What's up, everybody? My name is Shosho, aka King of the Mountain. Welcome to my first video. Some of you may know me from dance video. I invited him to Taiwan. We spent a few days shooting videos, hanging out. Also, we tackled one of the toughest cycling climbs in the world and became the king of the mountain.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Dan, Gabriel for everything you did to make it happen. And also I want to thank Peter, Cassie, Elle, Danny, and everyone in this video.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love and encouragement you gave me. It really means a lot to me. Okay, I'm going to switch to Mandarin to introduce myself and what I'm going to do with my channel. Please turn on the subtitle. 好，长话短说，我在2005年从交大资工研究所毕业，退伍之后为了练习开口讲英文，到澳洲去做了2个月的环保志工。之后回台湾顺利面试进入了华硕电脑，担任亚太地区业务。公司把我派到了印度2年，管理加尔各答的办公室。之后回台湾加入了联发科，又被派到中国深圳去4年。虽然人一直都在国外，但是心还是留在台湾。尤其从2012年开始，台湾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，从反核、反亚尼、大埔张药房都可以看到我的身影。白衫军运动，我还背着吉他上海道唱歌。太阳花学运发生的那一刻，我就和我当时的女朋友一起冲到立法院前面。3月23号，我还和她一起到青岛东路守夜。那时候的我深深的觉得，应该要为这块内外交困的土地做些什么事情，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做。总是上街抗议，好像也改变不了什么。于是我把工作辞了，放弃了300-400万的年薪，留下了才交往不久的女朋友，背着吉他，骑上脚踏车，去这广大的世界寻找答案。我花了2年的时间，穿越中国，环绕欧洲，纵观非洲，最后抵达南非好望角。回台湾之后，出版了这本1082万字转动。可是出发前的那个疑问依然没有得到解答，我还是不知道我能为台湾做些什么。我先和在台湾等了我2年的女朋友结婚，之后创业做了一个 App， 一个网站，尝试做了一些网络行销的工作，但是都以失败收场。正当我陷入极度的沮丧跟忧郁的时候，台湾云豹自行车的老板徐总打电话给我，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推广台湾的脚踏车旅行。我才想到，对呀，还有什么人比我更适合做这件事情？我骑经过了大半个地球，深深的觉得台湾绝对有潜力可以成为世界第一的单车圣地。我要骑上脚踏车来讲台湾的故事，吸引全世界的人来台湾骑脚踏车，这就是我可以为台湾做的事情。于是我先拿到了导游跟领队的执照，然后跟全台湾最大的卖台集团My Taiwan Tour 合作，我帮他们设计脚踏车旅行的行程，并且开课分享如何成为一个脚踏车领骑。同时我也和朋友一起在台湾到处骑车，探索一些好玩的路线，拍了很多影片，准备成立自己的 YouTube channel 来把台湾介绍给全世界。就在这时候，我看到了我最喜欢的 YouTuber Dan Mays 他的 Not Normal Show， 我心想这是一个行销台湾的绝妙机会，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把他找来台湾。但是要如何从这超过10万的申请者中脱颖而出呢？我左想右想，想到了一个方法，我要拍一支他无法拒绝的影片寄给他。我做到了，然后事情就这么发生了。Gonna miss you. 这几天真的跟做梦一样，能跟我最喜欢的 YouTuber 一起合作拍片，也让我知道原来世界级的 filmmaker 是这样工作的。看到他们这么用心，几乎是夜以继日，熬了好几天的夜，就是为了安排给我的惊喜，然后把故事讲好。我觉得那种心中的感谢不是言语能够表达得出来的。我觉得唯一能够做的来报答他们的，就是 Smack It， 拼死把我的频道给经营好。好，那接下来谈谈我的频道吧。我的内容大概会分几个方向。
第一个当然是骑车旅行的 Vlog。我真心认为骑脚踏车是探索这世界最好的方式。这1-2年，我带着满满的摄影器材，跟着台湾用骑得最美的 Eddie 大哥，以及好朋友挖不停的温店长和思旅的冠霖，一起骑着车探索台湾，发掘了很多秘境跟故事，之后会陆续分享出来。除此之外，我也会分享一个人是如何扛着这么多的摄影器材，拍出有吸引力的骑车画面，像是运动摄影机的应用啦，空拍机的基本跟进阶的运镜，以及3轴稳定器的应用，甚至我去纽西兰骑车还带着电动滑轨，真的是用生命在拍片。再来，我也想邀请在台湾的 YouTuber 们一起来骑车拍片，向全世界介绍在台湾骑车是多么棒的一件事情。像是小贝酷、小飞，还有 Life in Taiwan 的 Alan， 谢谢你们为台湾做的一切。当然还有我最爱的台客导演，还有去年员工旅行被操到爆的阿迪。听说你最近有在健身哦，要不要来验收一下？当然，这一切都会以我这个秘密基地为起点，我来带大家参观一下。这工作室就是前几天 Dan Mays 在拍片的时候使用的。那时候都还没有整理好，现在已经整理的差不多了。然后我们在这里会买沙发跟茶几，就变成一个很舒适的直播区。专业的无线麦克风，还有 Blackmagic 的专业的直播设备。这个是会议桌嘛，看起来很明显。然后我这里也想要把它弄成一个可以录 Podcast 的地方。所以这个 Podcast 我也想邀请我一些在经营个人品牌相当有心得的一些朋友，要请他们来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。Stay tuned。这个地方就是我好朋友挖不停的温店长，他展示他旅行脚踏车的地方。然后我们这里有所有旅行脚踏车专用的，像是货架变速器所有的配件。如果你想去骑车环游世界，一定要去找他。是不是超赞的？店说在 LA 如果要租这样子一间工作室，他可能要去卖一些器官。影片的最后，我想要跟香港的朋友说些话。其实我的故事就只是从一个简单的念头开始，就是我想要为我生长的这块土地做些什么事情。我相信现在你们也都是抱持同样的想法，只是你们现在的无力感跟绝望感，绝对远超过当年的我。我想跟你们说，辛苦了，加油，撑下去。但是务必注意安全，因为我觉得未来的路还很长。属于你们的伟大航道，它的终点绝对不是在香港的街上。总之，我接下来还有好多东西等不及跟大家分享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故事，喜欢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，别忘了按下订阅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跟着我一起骑上脚踏车，探索这块美丽的宝岛——台湾。我们下次影片见。